现在我开着这个全新的长轴距版的 iX3，然后在这边开山路，然后自从我上山之后呢，我这个嘴角就全程没有掉下来过，这个嘴角一直都是上扬的状态，因为这个车在山路里面的这个动态，确实是我非常喜欢的那种类型。那首先是它这个侧倾控制，它的侧倾控制做的是非常的好，即便是这种比较大角度的弯道，并且在出弯之后呢，我还有这种频繁的加减速，它整个侧倾控制都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我的副驾刚才还在我出弯的时候在喝水，就是整个车的动态是非常从容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自从进了这个山路之后呢，我的脚是全程没有挪到这个刹车踏板上面的。它这个动能回收，就是我一上手，目前我才开了20-30分钟，这台车我就能够通过单踏板很好的去控制这台车。然后再来说一下它这个转向的一个手感，这个手感我真的是非常喜欢这种类型。那首先它能够跟你很快的就建立这种交互，跟你建立这种连接，你会感觉到它这个精准性做的是非常棒的。而且呢，它这个手感呢，即便是在运动模式下，它也没有做得很重。然后你还是能感觉到它是一个比较去兼顾去家用这种转向的一种手感，但是呢，还是有保留运动车的一些特性。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台车的外观呢。那首先呢，这台车它的尺寸还没有官方的信息，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数据来窥探一下。那首先我们都知道它海外标准版的车长呢是4780毫米，那么轴距呢是2895毫米，但是在经过了国产加长了108毫米的轴距之后呢，它的这个车的轴距呢就超过了3米。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后排空间啊，很多前排是不让看的，我们只看这个腿部空间就知道它这个空间是非常夸张的。然后现在我们坐在这个 X3 的内部啊，然后为什么没有从前排开始讲呢？因为它是保密阶段不让看，所以我们就看一下它这个后排的空间表现吧。这个腿部空间呢非常的大，只能说这个108毫米的加长啊，确实作用明显。这个腿部空间真的是可以比肩很多国内新势力的 SUV 的，比如说理想 i6啊等等。然后后排的配置也可以看一下，然后空调出风口以及下面有2个 Type-C 电源，然后这个是触摸式的空调调节面板，然后左右两侧可以看到这个符号，就代表它左右2个座位是有座椅的加热的。然后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X3 的这个头部空间，然后我现在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坐姿躺在这里，那头部空间呢是非常大的。如果我正襟危坐的话，头部空间也挺大的，反正这个空间呢是绝对不用担心的。然后还有能看的地方呢，就是这个光源了。它这个光源呢，它是可以切换这个冷暖色调的。那展示完这个空间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座椅，但很可惜它座椅蒙起来了，不让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坐垫是很长的，因为它一直贴合了我整个大腿，而它承托的感觉特别好，坐垫很长，然后我的脚呢也可以很舒服的想怎么放怎么放，也可以翘2郎腿，所以空间是有的，大空间有的。大沙发也是有的，那除了我们消费者喜欢的大冰箱是没有的，其他大空间、大沙发都 OK。那看完后排空间，再来看后备箱的空间啊。那后备箱空间呢，目前还没有这个官方的数据。那么标轴版，也就是海外的版本，它这个后备箱空间是520升，但是我们国内是有轴距的加长的。从这个进深来看，它的空间表现还不错。然后它下面呢，由于是有一个电机的，所以它这个下面空间不是很大，但也尽量的去掏空一些零零碎碎的空间掏出来了。然后后排的配置方面有网兜。这次我们重点感受的还是宝马 iX3 的驾驶部分。其实这台车还有很多亮点，比如它搭载的大容量大圆柱电池，即便是双电机也可以实现超过900公里的续航。那基于800伏平台打造，那10分钟就可以补能400公里的续航。这款车的座舱也有很多亮点，但由于内饰还未解密，所以这次不能深度体验。但不管从外到内，还是中国用户最看重的智能化，这台 iX3 都是有史以来最具有科技感的宝马。